当你要失去最亲爱的亲人时，心中所浮现的是与自己的兄弟姐妹长大反目成仇的时候，还是童年时期一起共同拥有的美好回忆呢？今天我们要谈论一部继金奖电影《阿玛迪斯》、钢琴师与战地情人后最感动人的音乐电影之一《狂恋大提琴》。这部电影讲着两姐妹 Hillary 和 Jackie， 她们同样对音乐有着热情，但生活与命运却大不相同。嗨，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这部我深深推荐的电影配乐与大提琴在电影中的角色。贾桂琳·杜普雷 Jacqueline Dupre 是一位20世纪音乐天才神童。她出生在一个充满音乐的家庭，她的母亲是钢琴家，从小便大力栽培两个女儿，希望有朝一日她们都可以成为杰出的音乐家。这部电影是在贾桂琳去世后，根据她的姐姐 Hillary Dupre 和弟弟 Pierce Dupre 出的一本书，描述贾桂琳在舞台下的另一个面貌而拍摄的传记。Jacqueline 以热情的音乐令全世界的听众心眩神迷。姐姐 Hillary 结婚成家， Jacqueline 则常年与钢琴家兼指挥家丈夫 Daniel Barenboim 做巡回演出。虽然这对夫妻所到之处皆备受礼遇，但长期奔走各地对 Jacqueline 的身心造成很大的负担。她十分向往 Hillary 姐姐那种单纯的生活。有一天 Jackie 突然出现在 Hillary 的家，孤独绝望的她向自己的亲姐姐提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请求，那就是她希望姐姐能够分享她的丈夫。改编真实故事的 Hillary and Jackie 荣获英国独立电影奖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伦敦影评协会最佳年度女主角与美国音效协会最佳音效剪辑，是根据这本名为《一个天才的家庭》的书，是由 Hillary 和她的兄弟 Pierce Dupre 写成的。这部片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叙述两姐妹之间的如胶似漆却又爱恨交杂的情感纠葛。从童年开始，两姐妹演奏着不一样的乐器，但都想要令人刮目相看。这部电影另一大之与众不同处，是因为它决定采用2个版本来讲述姐妹的故事。姐姐 Hillary 的版本向观众展示了她作为一个神童的姐姐所面临的 challenge 和困难。她经常被 Jackie 的才华所遮盖，因此她一直活在妹妹的成功阴影之下。Hillary 的故事线突出了她为了支援妹妹 Jackie 的职业生涯所做出的牺牲，包括她搁置了自己的音乐抱负。Hillary 的版本也向观众展示了她对妹妹 Jackie 的爱与敬仰，但也显示了她有时候对妹妹的怨恨和嫉妒。相比之下， Jacqueline 的版本着重在神童的压力，包括媒体和粉丝的过多关注和批评。她的版本还展示了 Jackie 与多发性硬化症的斗争，以及其对她的职业和个人生活的影响。杜普雷生于牛津一个中产阶级的音乐之家，在他要过5岁生日前，他听到大提琴声而坚决要求学大提琴。在杜普雷10岁时，他跟随老师到一个精通音乐的人家，并相继跟随瑞士的大提琴大师 Casals、 巴黎的 Tortelier 和莫斯科的 Rostropovich 3位世纪大提琴巨匠学琴。Jacqueline 从5岁开始拉大提琴，这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大提琴的琴弦比小提琴粗，音符之间的距离也比较长，所以在肌肉和力道控制上需要有更好的拿捏。但是 Jacqueline 不但学习力很强，而且很快的就适应了。从16岁起，她在音乐舞台上发光发热10年，几乎都是用生命去拉奏每一首乐曲。在她的身上，观众能看到 Jackie 无限的潜力，更能感受到她的心灵和大提琴合为一体。然而，看似光芒四射的天才巨星，她的内心世界却是孤寂哀伤的。他们承受的压力我们无法理解，他们不按牌理出牌的行为更让我们无法解释，因为我们永远也无法体会到当一个人被全世界捧上天时，却又被狠狠地摔到地面。1971年起， Jacqueline 开始发现她的手拿不住弓了，有时候甚至走路都会有问题。1973年， Jackie 被诊断出来是无药可救的多发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缓慢的疾病，刚开始很难诊断出来，但是它会一点一点的慢慢侵蚀身体。随着健康状况逐渐的恶化， Jackie 推掉所有的演出，最后不得不坐上轮椅。他的手脚开始失去控制，全身上下不听指唤，所看到的东西都会变成双重影像。他的头部会严重颤抖，这样的情形只能靠看护照顾生活起居。在家里，他无法自己吞食，无法讲话，无法移动身体。有好几年，他拒绝了外界的采访，将自己关闭起来。而 Daniel 她的丈夫在获得巴黎管弦乐团艺术总监的职位后，他便在法国和英国来回往返。起初 Daniel 每个礼拜都会回到英国照顾 Jackie， 但后来他在巴黎另筑爱巢，回英国的日子也越来越少。据说当时很多英国人都非常不谅解 Daniel， 而被病痛折磨多年，在1987年 Jacqueline 终于病逝，享年42岁。在 Jacqueline 的生命中， Elgar 大提琴协奏曲 Elgar Cello Concerto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她让 Jacqueline 一举成名，也唯有她能演绎出女主角那种内心孤寂但又热情四射的天才个性。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是英国作曲家 Edward Elgar 于1919年所创作的音乐杰作，它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被广泛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具情感和深刻的作品之一。这首协奏曲被分为4个乐章，在电影中 Elgar 的大提琴协奏曲也被用来代表 Jacqueline 的4个不同人生阶段，从她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早年，到她与多发性硬化症的斗争，再到她作为表演者的胜利时刻。以下是电影中4个场景。在第1个场景， Elgar 的大提琴协奏曲被拿来当作 Jacqueline 对大提琴的热爱。在这个场景中， Jacqueline 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才刚开始学大提琴。当时的她正和老师一起练习，我们看到她对这个乐器的热爱和热情。随着音乐的滚动，我们能感觉到她演奏时脸上浮出的幸福和喜悦。在第2个场景， Elgar 大提琴协奏曲变成了 Jackie 的梦魇。在这个场景中， Jackie 被诊断患有多发性硬化症，这个疾病深深打击了她，并且影响了她演奏的能力。音乐缓慢而悲伤的出现，反映了她感到痛苦的心情，因为她的身体背叛了她。这是电影中最令我感动的时刻，因为这首曲子我们能感受到言语不能传达的复杂情感。在第3个场景， Elgar 的大提琴协奏曲呈现出女主角登峰造极的时刻。Jackie 在这场大型音乐会演奏 Elgar 的大提琴协奏曲，并以音乐充满激情和强烈的表现力获得全场如雷的掌声。在这里，电影很巧妙地用 Elgar 的大提琴协奏曲来表现出女主角的自信魅力与她罕见的闪耀时刻。最后 Elgar 的大提琴协奏曲代表了女主角人生的完整历程。这首音乐仿佛就像是女主角充满戏剧精彩却又令人惋惜怜爱的一生。通过电影中的不同场景，我们看到 Elgar 协奏曲如何代表 Jackie 生命中的不同阶段，从她对大提琴的热爱开始，到她与多发性硬化症的斗争，以及她作为演奏家的胜利时刻。在看完 Hilary 和 Jackie 后，我们除了被 Elgar 大提琴协奏曲那颤抖的音符深深震撼，我们更能了解在天才他们自信自傲的微笑背后，
其实隐藏了脆弱无助的灵魂与那不能言语的孤寂感。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很喜欢电影里姐姐 Hillary 说过的一句话：当你要失去最亲爱的亲人时，心中所浮现的是亲人童年时期的模样和记忆。这句话真的令我感触很深。是的，当自己的兄弟姐妹长大反目成仇的时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记得对方的好与童年时期的纯真快乐。